叫 LV 长夹钱包换边油，接了个危险的活，就是护理活，基本就是边排列边建设，就是客人很谨慎，叮嘱了很多，就可以看出来这个油边是老化了，表面很黏，也沾了不少脏东西，油边一掐一个印子就恢复不过来，这个状况肯定不太好。你既然客人又大胆又有顾虑，那就先做个样板给他，调色，就色调到跟皮边油颜色非常接近，就边调边观察，就油边换下来就尽可能颜色感觉要一致，就感谢客人给的试手机会。我自己做个包上边油和修复边油其实是两个事情，很多操作其实并不相关。这个包修复一定要考虑表面的材质、粘合度，要考虑安全边界，别翻车了就一塌糊涂，无法修复，这是要重点考虑的，要给自己留余地。客人相信我这个厨房科学家，肯定是花了很多的时间研究过我的操作方法，这是完全基于对我个人的信任，和笼统的去信任一个大牌、一个国外的背景，这是不一样的。修复这个过程有点像去医院动手术，弄不好毁包的概率很大。手术前你大概率到处会打听哪个医生这个手术做得好，要考察医生的背景，跟着医生走，不一定跟着医院走。这个包涉及到两个厚度，弯折部分是比较薄的，所以要做两个样板，一个是对照颜色，一个是弯折测试，两个都要做。这个是做了个转角的，就是附带转角边油效果。做好以后就给客人回寄，让他确认样板。那客人确认回寄了，就可以开工。先卸去边油，用皮边油清除剂、棉签，这么一点点擦掉边油。就上手擦几下，给我的感觉 ，LV 的皮边油和手工皮具用的水性边油是不一样的。LV 是分两层，外层是颜色层，里层是鼓起层，感觉完全是不一样。这是油性边油的感觉，油性边油的粘度会更大，硬度调节起来会更方便。里层比较硬挺，手感和人的手感比较接近，硬度测下来是接近80，和人手按压的感觉是接近的。外层的硬度是比较软的，给人更好的手感。就油性边油什么都好，就是容易老化发粘，就会出现开头的那一幕。这并不是说 LV 的那个边油不好这是悟性造成的，没办法改变。人家可能设计思路就是这个样子，3、4年老化了再去买一个，促进消费。那都卸下来，就是把表面的灰尘碎屑都除掉，开始上边油。我一点都不建议客人自己上边油，就哪怕你看了完整的视频，这个视频没有任何的隐瞒，你也不要自己来。这个过程出现的一边毛刺你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办。像这个皮都有纹路的，一旦一边纹路里头到处是涂料，你都没办法去除，到时候尽是昏招。很多视频的雷区是不会说的这么细的，你看着简单，就事实上可不一定是这个样子。你自己第一次上边油，就大概率是这个样子的。就上边油和上加脂剂不一样，就加脂剂很简单，你做和我做，我认为差距是不大的。边油这种活是需要一段时间去训练的。而化学产品本身并不简单，你看的名字都一样，结果往往是不一样的。这一点手工匠人是吃亏吃出来的。通过详细的展示可以压低我的咨询率，很多简单的事情可以通过视频来去解决，就手工匠人完成自我的培训，上手的概率就特别高。那非专业的客人就算了，根本没有动力去自我培训，出了问题就是手忙脚乱的，就第一时间肯定还是来找我，被拖进去的概率很大。所以非专业客人买边油，我原则上都是劝退，于人于己都是好的。用木棍蘸一点边油，就这么推过去，就一点点推。注意前夹的固定方式，我准备4边分别上，而不是一次上完。那这样前夹就垂直立在桌面上，表面留平，出来的更均匀。
缺点是每次接口就不会太完整，需要后期的打磨。那水性边油中还有2个关键集团，酰胺基和羟基。在溶剂状态下，溶剂中的羟基会优先和酰胺基结合在一起，所以分子间并不会产生交联。当溶剂蒸发以后，酰胺基暴露出来，和另外一个分子的羟基发生了结合，很多分子就交连在一起，形成连续的膜。这是水性边油的反应原理。这个边油要涂2-3次，要看厚度的掌握。表干以后就可以涂第2道了。现在天气比较冷，就干得慢我这里干快1个钟头就可以进行第2遍了。夏天的话是不到半个钟头。前面涂的就是积累厚度，就方便后面打磨。长边就想办法固定，面始终是垂直向上，一样涂过去，就等着干再去涂，这样上就会很均匀，厚度是一致的。就涂好以后，这回要等湿干，湿干至少12个小时，要不更长的时间。就不湿干的话，去打磨里面是软的，就边油会挤在一块儿，要返工的，这很麻烦。我已经返工了1回了。要开始打磨，用400ml砂纸，就粗一点，就打磨快一些。这里也可以烫了，就烫有点缺陷，一个是不够快，另外烫的不均匀。但是烫肯定有它的特殊作用。下期我来讲。打磨的话，就是哪里不均匀，很快就能看出来。就有亮光的地方就是不均匀的，要打到完全没有亮光。磨的话很容易成直线，就不会产生凹凸感。转角这里要注意，就打磨小心一些，别把边油挤掉。客人也测试过弯折，就是没有问题。边油其实很容易有问题的，断裂、折断的发粘不容易干，还有分层滑色，就脱带、结块、起泡这些问题都会影响成膜质量。这些产品类似于工业产品和消费品是2码事儿。消费品是看品牌的，看是不是国产的还是进口的。工业品只有合适不合适。客人只知道爱马仕、LV 这些消费品牌，那我眼里只有背后的巴斯夫，这是德国的；住友，这是日本的；可乐丽也是。有时候会用的佳琦，这是美国的，都是原料商。客人根本就不知道后台这些物料厂商，其实也没必要知道。就德国和日本的我会用的比较多，就性价比好。这些我更需要稳定的，就一罐原料下来就是成本不小的，有一点不对劲就全得报废，这个风险还是很大的。磨均匀了还要再上一道，也要湿干。这道上不上主要看厚度够不够感觉不够厚就上，相当于补充。湿干后步骤是一样的，也是需要打磨的，就400ml，磨到一点亮光都没有，表面比较粗糙。用这个风边软蜡就涂一点点，就别涂多了，就一点就行。软蜡里头有非常细的磨料，适合打磨就塑料漆面皮革还有汽车大灯这种软材质。这个软蜡也是本人的一个小小发明，用在皮边油的打磨和脂肉革的打磨上面。以前的视频也有详细的使用说明，在超厚边油怎么做那一期视频里可以去翻翻。然后用5000ml的砂纸打磨，直到打出亮光，就表面开始形成。这个过程也是检测边油的牢固度，这么磨都磨不下来，就是客人用的时候肯定是没有问题的。摩擦的时候要注意温度的变化，就温度感觉上来以后就要停一下，等温度下去以后再擦。转角这个地方尤其要注意，这是最薄弱的环节。磨的时候会产生一些很黏的脏东西，就是很细，不大好清理。用这个软蜡清除剂，就是一擦就没了。那展示成果的时候到了，就仔细看一下这4个边都是这种发幽光的边油，就这么做下来，就瑕疵就会很少。我转的速度慢一些，就接这个活其实很意外。我毕竟不是做专业护理的，而是手工匠人，自己也研发化学品，给自己的标签就是厨房科学家。就是面对的客人是专业的匠人，而不是非专业顾客。就很感谢客人给我这个机会，毕竟不是看我有什么品牌是不是进口，而是直接从肯定手艺的角度来找到我。那这个包就交工了，就日常脏了，就是不要用酒精去擦，就是水就行。如果是油比较重的污垢用石蜡就可以。这个包的外皮是防油的，就是用石蜡是合适的。这个边油耐温可以到200度，就烫温是300度，所以夏天偶尔放在车里头也是没事了，就不会烤化。那这期就先到这里了，有机会我们再刷边油。